以前這種訪問呢，川普一定帶太太去，他是沒有帶太太去。哦，你想想看，沒有帶太太。這是一個觀察啊，这是個觀察。是，因為帶了太太去之後呢，你就有夫人外交，氣氛會比較緩和。對，我不要緩和氣氛，我就是不要緩和氣氛，所以我不帶太太去。第二，他帶了一個原來不該去的人去了，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對不對？過去是沒有帶過這個國防部長，他們有過2+2會談，對，但是美國總統沒有這樣帶國防部長去的，是，這次把戰爭部長帶去了，對。然後你注意看呢、啊，那不是有一排握手照片嗎？對，有2個人是拉着臉握手的。赫格塞斯是其中一個，赫格塞斯其中一個。對對。那個你剛剛講盧比奧當然是有點俏皮了，對。但是另外人也是板着臉的。我把一大堆這個全美國最值錢的30個人都帶來了，我就要做交易，對，你交不交易？你交不交易？我把戰爭部長帶來了，你交不交易？你聽不聽？對，這東西當然不好看不好聽，但是我把籌碼攤出來，對，我攤在桌上，看你自己怎麼辦。台灣在面對這一次的傳習會，有很多的雜音，也有很多的擔憂，因為我們看到台灣有很多人信誓旦旦講說，川普一定會出賣台灣。川普為什麼會出賣台灣？因為他自己內部有很多的問題，他的經濟問題，他的選舉的問題，所以他必須要中國買很多的東西來解決他內部的壓力。還有一個就是伊朗的問題，伊朗現在讓川普下不了台，而且伊朗的問題讓川普在美國的民調節節的下滑，所以他要中國的支持，中國的幫忙。那如果要得到中國的支持，中國的幫忙，你唯一幹嘛？你唯一就是出賣台灣。所以呢，你可能會宣布你不支持台獨，或者是你反對台獨。另外一個就是你可能連軍購都不要了，也就是你現在通過軍購預算沒有用，因為整個傳習會之後就沒有軍購的問題了。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們看到在川普的嘴巴裡面完全沒有提到台灣2個字，在整個美國白宮的報告裡面也沒有提到台灣2個字，也就是台灣根本不在這個會談的中心點。而且我們看到盧比歐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也講得非常明白，軍售問題當然是中國關係的問題，每次美國賣軍售給台灣，中國都會叫囂，但這一次談判裡面沒有這個問題，他們根本連軍售都沒有談到。好，那這次裡面還出現一個非常微妙的變化，就是雖然川普他沒有出賣台灣，沒有談到台灣問題，可是他該賣的他都賣了，他的飛機賣了，他的晶片賣了，他的大洞賣了，甚至他還取得了金融的執照。但是中國呢？中國非常微妙，中國居然讓美國情能打猴，居然讓川普用了12架的C-17，居然讓他的偵防車、讓他的雷達車、讓他的電子干擾車堂而皇之的進到中國，這是過去完全無法想象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到一個中美兩國新的互動模式其實正在改變當中。你也看到了習近平面對美國的態度也在改變當中，而這樣的一個轉變對於台灣我們的利益、我們的生存當然至關重要。而要來解讀這個問題，我們今天當然又特別請到了台大名譽教授明居正明老師來跟我們討論，讓我們看看這個新的局勢怎麼樣的發展，這個新的局勢的變化怎麼樣來解讀，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台灣人要怎麼來看待呢？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寶傑兄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怎麼看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之前就講過，我們說川普必須非常非常笨才會出賣台灣，才會有這個第4公報。所以我們過去已經講過這個話了，那今天只不過是印證我們的觀察。那至於說為什麼有些朋友講這些話呢？我想最淺的問題就是他們不太明白美國跟台灣現在的關係。我們過去講過一句最簡單的話，就是台灣透過高階晶片跟美國達成了戰略同盟。那你要美國丟了這個戰略同盟，那美國等於是自毀長城。所以這是最簡單的說法。第二就是對這個川普不夠了解。川普這個人就是他如果手有籌碼的話呢，他也不會太客氣的。我們都看到，吃乾抹淨。對，上一任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那這一任現在上台1年多2年的時間，我們也領教他了。所以這是第2個。第3個，我覺得更大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說這個話的時候呢，他完全不了解中共，沒有看見中共本身的困難。
我們在前幾次來的時候都已經把中共的困難也列出來了。對，換句話說，我們看這問題呢，你不能只看一方面。你如果說把兩邊的清單都擺下看的話呢，你就曉得說誰的籌碼多一些，誰的籌碼少一些，雙方都有籌碼。我們都說過嘛，雙方都有籌碼。問題是就是你的籌碼多少，然後你的這籌碼的力度有多少。我先跳講一件事情哈，中共最大的這個籌碼當然是稀土，那美國的籌碼當然很多，我們就不繼續說了。那現在譬如說，如果中共不賣稀土的話，那美國能撐多久？美國當然能撐一段時間，但是你說馬上垮台不會。但如果說美國徹底封鎖荷姆茲海峽，我就不讓這個一滴油跑到中國大陸去，那你中國大陸能撐多久？這是最後的底牌嘛，對不對？那也就是說，好，那咱們倆比狠，好，咱們袖子一捲，然後臉一抹，媽比狠，那你馬上垮，那我還可以撐一下。那現在就是說，我也不想走到這一步，因為走到這一步的話，那代價肯定很高，所以咱們慢慢玩。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我的基本觀察在這裡，是。第二就是，苗老師，你這樣點到一個非常有趣的點，就是之前台灣內部一直覺得說，這個伊朗問題是川普的痛腳，因為伊朗問題不能解決，造成你內部的這個支持率就往下降，所以你需要中國的支持。可是你现在來看，伊朗是中國的痛腳，也就是在川習會談一談的時候，你達到我川普的目的。是現在誰在封鎖荷姆茲海峽？是美軍在封鎖荷姆茲海峽。所以你今天你習近平服軟了，你習近平同意了。所以今天有一個消息很妙，就是美軍就讓一艘載着200萬桶石油的油輪通過荷姆茲海峽到了中國，代表這個咽喉是你中國的咽喉，而不是我美國的咽喉。是很多台灣人根本做了誤判了。川普不是講嗎？他說：“我封鎖荷姆茲海峽，我是為了你。”這個話講得很怪啊，對不對？很多人都不太聽懂。我們那時講，我們說，對了，封鎖荷姆茲海峽，就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對很多國家有傷害，對美國來說有傷害，但沒那麼大。你說啊，這個石油出不來，美國說那我正好賣石油啊，就我那個頁岩油，我的那成本1桶是80塊錢，然後俄國的那個油的1桶呢是59到60塊錢。那各國的那個需求量不太一樣，那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荷姆茲海峽油出來啊。對我來說，你不出來，我還可以賣到一定的價錢。當然，如果油價過高的話，會影響到我也知道。那我就想到把它控制在100塊上下嘛。我們上講過這件事情，就100塊上下。所以這樣說，就是荷姆茲固然是美國的咽喉，但是更是中共的咽喉。所以現在就是。掐荷姆茲的時候，是你先死還是我先死嘛？好，那是這第二點。第三點就是那個荷姆茲海峽呢，不但是中共石油的這個進出口，化工原料也是啊，對不對？這個東西對氮肥啊什麼這些東西，大家一講就曉得了。現在大家不太清楚啊，現在是5月，5月什麼時候呢？5月是春耕播種，你非常需要氮肥的時候，你現在氮肥不出來，保證你今年農業減產。保證你減產，那我美國一定要賣大豆，我一定賣小麥，我一定賣玉米，所以這是一串的，一連串的，所以我才說，為什麼我們那時候要花很多時間去講那清單，對不對？我們說哦，美國有多少籌碼，美國有多少這個短板，中共多少籌碼，中國多少短板，兩個比一比，你就曉得說哦，這個牌大概可以怎麼打法，對，所以這樣才能猜出來說啊，會讓步不會讓步。最後一點就是這些朋友在講這些話的時候。其實在推銷以美論，其實是推銷以美論，對不對？要懷疑美國，我們就是要各種辦法抹黑美國、還原美國。而這些話呢，大部分是中共對外的文宣戰。從農場做好之後呢，就推出來，台灣很多人呢就跟着推。有人是不明就裡的推，對，有人是非常清楚的在推，這才是問題。好，那苗老師，你講到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可能就要插另外一個題目，就是盧比歐在接受這個專訪的時候。他點到一個，我覺得讓台灣人眼睛一亮的。他說，中國當然希望能夠拿下台灣，這是他的一個原則。而且他講了，習近平希望在他的任內完成統一。可是他也講到說，你如果要用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美國不接受，全世界也不會接受。他說，習近平現在慢慢放棄這個東西了。他說，習近平現在怎麼辦？他說，習近平現在希望台灣人自己起義來歸。
台灣人自己搞公投，自己願意加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講出來？而且你又把剛剛的那個醫美論，然後再把這個所謂的之前鄭麗文講的那些話，鄭麗文還講了一個如果今天川普講說你反對台獨，那個立場他是歡迎的，而且他的立場跟國民黨是一模一樣的，那盧比歐講這些話，他就不是隨便講的，因為我發現盧比歐沒有隨便講話，他講的每一句話都有意義哦。他特別講這句話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是他在警告國民黨，是，這已經很明確了，因為美國對這個台灣內部政情呢是有相當了解的。第二，如果我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如果美國認為現在呢台灣是我因為晶片而達成了戰略同盟，我如果沒有這同盟的話呢，第一我非常危險，對；第二我絕對沒辦法再次偉大。換句話說，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台灣是不二選擇，那你就不能放手。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大概差不多去年前年的時候，就已經聽到有朋友提醒我們，中共方面呢對台灣的政策有幾個大的改變，那其他我就不說了。最重要一點就是要攻占台灣的立法院，把台灣立法院呢作為制高點，然後他講了幾個人的名字我就不說了，抓住這些關鍵人物，然後呢，第一呢阻擋台灣的這個國安立法，第二就是呢讓這個使得這個台灣的縣政府呢，尤其是綠營的政府呢。束手綁手綁腳，什麼都做不成。等到軍購案一出來之後，哎，你看，果然就發生了。對，因為那個時候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軍購案還沒有出來，還不成為一個新聞。等到軍購案出來的時候，把這事情連起來，那就已經完全吻合了這個，它不叫預測啊。那個朋友提出這消息，提出這個警告的時候呢，他說我得到消息，他不是預測，他說我提醒你們，我得到這消息。我們最初聽到消息的時候，我們當時坦白說有點懷疑，可是我們心中就已經覺得說有危險，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看見那個立法院裡面的形勢。我們現在唯一不確定就是說，他的這個警告是不是真的是中共的政策，這第一點。第二，就算是中共的政策的話，台灣內部裡面會不會有人配合他？對。那現在你發現一步步都走到這裡，好，那現在回到盧比歐了。盧比歐當然清楚這情況，所以他講的話的時候，就是你剛剛所說的，我已經看見這局勢了，我警告你們呢，我把這話說出來了，所以你們，現在中共對台灣策略就是他可能不會硬打，他可能就是要搞公投啊，搞什麼逼你們自願過去，啊，那你們自己看着辦，自己看着辦，对，你們自己看着辦。他話差不多就這意思。是，所以你現在把這事情兜起來，為什麼我常常講說？台灣人不能不懂國際政治，台灣人呢不能說啊大陸事情不關我的事啊，美國不關我的事，現在沒有這個餘裕了。不好意思啊，如果我們是東腔諾魯所羅門，或許可以，我們是台灣沒辦法，因為你剛好在兩個大國競爭的這個點上面，兩個大國現在競爭的標的就是台灣，你沒有辦法說啊躲開來，也沒有辦法說哎我不選邊，所以這些空間都不存在的。那現在回到以美論這個問題上，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你每天手機上都可能看到以美的消息，你會知道這來源都是相同的。所以我再提醒你，多看寶傑的節目，別的節目不要多看。好，那苗老師，你在強調就是說，台灣這樣的一個罪兒小國，其實我們也不算小國，我們也算是一個中等的強國了。哎，川普說台灣這個強權，好，那你特別提到說，我們要去了解國際現實。其實了解國際現實，你最要了解中美之間實力的消長。是。那這一次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就是說，川普這一次到了中國去，居然動用了12架C-17的這個運輸機，而且他以前就是2台 Beast 出去已經不得了了。你的不但2台 Beast， 你的隨扈車去了，你也把這個所謂的偵防車帶去了，你把衛星通訊車帶去了，你把這個所謂的反干擾車都帶去了。你不但帶去了，你還在長安大街，你還在這個三環那邊繞，等於川普去的地方，你還要巡視一遍，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你說這個見微知著，從這個地方就會看到中美之間的一種消長，也可以看出來說，某個程度來講，習近平在這個地方是服軟的，因為習近平的服軟，他讓步了，對。他讓步了，所以川普才會用這樣的姿態、友善的姿態去對待習近平。你不覺得川普對於中共或對一些國家，他講話跟動作不太吻合的？他說過誰是我好朋友，我跟誰關係好？誰是好朋友？普京一個，
對，然後習近平一個，然後金正恩一個啊，我就說那就差講那個什麼裴澤斯基安了啊，或者講的古巴那誰了，就差這幾個了。他講的這些所謂的好朋友，都是我們認為說不太好的人。對，但他講雖然說這人是我好朋友，但他對人下手都非常重。對，所以我下手非常重，但我嘴巴非常甜，這非常奇怪的。是，但是對台灣講說啊，台灣那麼小啊，台灣什麼台灣偷我們東西，但對台灣下手呢卻非常好。對，所以他的動作跟講話之間是有差距的，我們得把這個讀懂。這第一點。第二點，回到你剛剛講的中共現在態度哈，你說現在川普把這麼多東西都搞進來了，然後又繞了一圈，大家上網去看一下那個北京市民呢，看到川普車隊的反應，歡欣鼓舞，讚嘆不已，說啊，這就是強國，這是什麼？哦，我今天終於開眼了。對。所以大家知道，中共的官方一直宣傳是要仇美，突然在180度轉變啊，我們現在這個要歡迎美國來，然後這2天呢，我們在網上又看到一個新聞，有人說我的世界觀崩壞了，為什麼呢？看見那個大街上呢，那個高速公路上一輛車呢，帶了一大堆美國國旗帶過去，他說要歡迎美國了。我昨天還在痛罵美國啊，然後還在仇美恨美，今天要歡迎美帝國主義的這個對最大號的這個人要來了。我都不曉得怎麼去應付他，所以後來有人畫了個漫畫嘛，習近平在那開車開，突然一個急轉彎，車後面小粉紅全部摔下去。所以你說，你覺得台灣這些人，你不覺得頭腦有點問題嗎？對不對？你昨天還在痛罵川普啊，所以然後你就像剛你說的，一大堆人講說啊，他一定出賣台灣，一定出賣台灣，那現在全部翻車了，都沒有，全部翻車了。然後你剛剛講的說美國帶了這麼多東西來，一句話講完，美國團隊這是把移動白宮帶進來了，差不多就這樣。我連真房車了什麼全部帶進來，那比方說，我就是不相信你。還有一個小細節，美國人自己說，我這一次呢，我們帶去的這個所有什麼手機、電腦這樣，全部是乾淨的。哦，對，全部是乾淨的。換句話說，原來的什麼通訊什麼全都沒有了，我就帶一個乾淨的這個手機跟電腦跟什麼 laptop 進來，我就是這樣子，我就擺明給你難看，因為我知道你會幹這事兒，然後我就這樣進來了。還大拉的講說啊，我這樣，那你說中共是不是讓步？對了，他讓步了，他現在服軟，但是坦白說，這讓步也不是真讓步哦，因為現在我現在有求於你，是真的有求於你，我有求於你，所以我必須讓步。對，其實有這麼一個態勢。所以你說未來是可能改變的？哦，當然可能改變，當然可能改變。那在這次裡面有一個我覺得非常特殊的角色，叫做盧比歐。是。盧比歐確實，你看到今天整個美國政府的定調，包括什麼？我針對台灣的問題，我針對軍售的問題，針對美國跟中央談判的這個所謂的強度的問題，盧比歐都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釋。可是盧比歐是中國制裁的人，他制裁2次，他制裁2次，對，就他現在唾面自乾，說你現在不是姓盧，你是姓陸。所以呢，你就可以進來。那我們就看到了盧比歐進到裡面去的時候呢，他跟川普握手，不，他跟習近平握手的時候，看到川普的時候還眨了個眼睛，非常俏皮，就說：“哎，我還是進來了。”所以其實重點有一個，川普這次去賣東西，其實沒有必要帶着盧比歐。我又特別帶着盧比歐，就代表我是故意給你中國難看。那我要透過盧比歐的嘴巴，因為盧比歐是資中派，他是反中派，我也要透過盧比歐的嘴巴去將你中國一軍。所以你就看到川普這種大國政治裡面，你帶的人，你講的話，沒有一個是多餘的。對啊，所以我常常講，我說我們真的讀這些大國政治呢，要讀得更仔細一些。那台灣過去因為被趕出聯合國，然後國際空間呢這個被壓縮很厲害，所以慢慢呢，我們就不太關切國際事務了，這實在是很可惜的。恰恰好這種情況下，我們更要關切國際事務，因為你既然怕被人家出賣，對，你就要了解人家到底會不會出賣你，你就要了解人家，你就要了解人家到底會不會出賣你，或怎麼出賣你，或在什麼情況下出賣你。那人家要這個謀害你的時候，人家會怎麼謀害你？這些東西你不能不懂的了。
你剛剛講說這個制裁，盧比歐被制裁2次，那現在換了個改名換姓進去了，然後眨了眼睛，哎，你看就這個畫面，你看到沒有？過了以後，他就眨了一個眼睛，對川普眨了一個眼睛，非常有趣。我還是進來了，他還要跟我握手，你看怎麼樣？就這意思。中共常常曉得他自己很多時候他是制裁或反制裁，常常出現反效果的。你記得前幾年那時候他跟歐洲談那個歐中投資貿易協定，談了7年，都差不多要談成了，要簽字了。1、2個月前，歐洲說啊，你在新疆搞雪棉花，所以我象徵式的制裁了你幾個人。中國立刻翻臉，哇，就制裁一堆，又制裁人，又制裁機構等等。歐洲沒辦法，我只好叫停。所以歐中投資貿易協定沒了。然後澳洲對台灣幹了什麼事啊？我又制裁澳洲，然後你龍蝦不許進來，然後什麼等等。紅酒不准賣。紅酒不許賣。然後立陶宛什麼？我又制裁立陶宛。最後沒辦法，都慢慢打開了。那麼也就是說，中共的制裁經常產生反效果。那麼我不是說不能制裁，而是說你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下，你制裁到什麼程度，你自己得算算。因為很多時候這個東西，我們叫做這個叫什麼飞去來去的效應，是會打到你自己的，你自己得計算清楚。回力鏢。好，那如果苗老師你覺得說這一次習近平有服軟，他這次等於說，哎，你居然容忍川普用這樣的陣仗進來，中國是多麼驕傲的這個國家。這麼驕傲的國家，你居然讓這個東西有點橫行的味道，那你再加上你對盧比歐你這樣子唾面自乾，那就代表中國內部一定出現了一些問題。你中國內部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你為什麼要在這一次裡面做了這樣的一個忍讓？這個才是我覺得大家要注意到的地方。對啊，我們過去講，我們那時候在比較這個美中雙方的那些條件也好了，短板也好呢。我們說中國現在最大問題，現在燃眉之急啊，應該是經濟哦，應該是經濟。那個我們當然都知道中國的經濟不好，但是台灣很多人還是不太明白，跟不太相信。你不要說別的了，你去問問那些逃回來台商就知道了。你去這些我們的藍營的朋友們，你把這些年呢在大陸結束營業在台商，你把這個清單列出來，然後看他們賠了多少錢，然後看現在還有哪些台商還留在大陸上。然後都有多少台商把錢轉回台灣來？你把這清單看完之後，你就曉得說你對大陸應該是採取什麼態度，這應該是很清楚的了。這個不只是說美國就跟中共打這貿易戰的問題，就算美國不跟中共打貿易戰，我們幾年前就講，我們說台商一定慢慢出來，為什麼？比較利益沒有了，因為你這邊我能拿到好處，你拿的差不多了，然後你又要騰籠換鳥。對，然後你又要這個增加了這個關稅，然後你的成本也上升了，你還加了一大堆什麼反間諜法啦、數據安全法啦、香港23條啦什麼什麼等等一大堆，我經商出現很大的困難，還不要說你亂抽稅。對，那所有這東西加起來，那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營商環境，而且我利潤薄了，更重要的是什麼？你內捲太厲害，你內捲太厲害，所有這東西都說明一件事情。台商覺得大陸不再是一個好的工廠，也不是一個好的生產基地，也不是一個好的市场了，所以我就必須離開。這話我們幾年前就說，它慢慢就不是好市场。所以很多台商聽了我們的話之後呢，開始轉移呢，都過得不錯，都過得不錯。但有些台商呢被剝了2次皮，為什麼呢？逃出來之後逃到泰國，泰國被美國又抽稅2次，這個我們算不到了。對。這我們算不到，我們只能算到第一次，就是在大陸就將來會不好。對，那你逃出來逃到哪裡去？這我是算不到的。因為你現在國民黨在講說中國多麼偉大，你現在政地位還講說我要站在中國的肩膀上去看這個，然後跟中國一塊去賺全世界的錢。很清楚，台灣的商人，我們現在對中國的投資基本上已經降到5%以下。對，以前我們最高的投資到80%幾。對，現在我的投資只要5%以下，就代表商人已經知道說到底哪裡是可以賺錢的。那你還要帶台商去2次西進？對，你不是。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對不對？所以我剛才講說，你把逃出來的台商跟移出來的錢，你把這做一個統計，曉得你的政策是絕對要大改的。沒錯，絕對是要大改的。然後你現在還相信說去那邊會怎麼樣？拜託了，再仔細看一看吧。中共的這些經濟呢，那差我們下來找機會再講，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們現在只能簡單的說一下，中國大陸的經濟呢，我們說出口、投資、消費。現在它的出口，說你看去年還這個1.2萬億啊什麼等等。對，1.2兆。我說不是哦，1.2萬億啊，它是一次過，
為什麼是一次過呢？因為你在美國這地方呢，美國的市場呢，突然間把你關掉很多了，所以你要去轉移。轉移過去之後呢，你大概只能撈一把。為什麼只能撈一把呢？因為那些被你傾銷之後呢，他立刻開始築起關稅壁壘。我們看歐洲很清楚，歐洲現在開始，歐洲的關稅壁壘開始了，加拿大、澳洲這些比較先進國家關稅壁壘開始了。你說啊，那我賣到南美洲、賣到非洲、賣到東南亞，不好意思，南美洲、非洲、東南亞再加起來趕不上美國的一小塊。對，也就是說，美國的市場絕對是占大頭。你不能說我丟掉大頭，我去遷就小頭，沒有這種事情。而且沒有利潤，沒有利潤嘛，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你去的時候，很多中國商家呢是內卷式的競爭。他們彼此在內卷。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比亞迪，大家都很清楚了。比亞迪又多賣了多少輛車，然後它的成長率是多少？你仔細看它的營收，它營收是下降的。是。它的賣的車子越來越多，它營收越來越少。我們再講一次啊，賣的車子越來越多，營收越來越少，這中間差距什麼意思？這差距什麼意思？換句話說，我是銷價傾銷了，就這意思，我完全不賺錢，甚至我就是賣一台呢，我賠一台，很可能是這情況。那現在可能不到一台那麼嚴重，但賣一台賠個半台或賠個1/3台，恐怕是有的。對。那麼也就是說，這就我剛剛講的，這個1.2萬億，明年可能沒辦法重複，這是第一個意思。第二意思就是這出口的部分，投資呢，你用投資去拉動的經濟呢，我們現在簡單說一下。已經拉不太動了，最近要拉的呢，你看高鐵拉不動了，對，高速公路拉不動了，水壩拉不動了，所以前2年我們在講什麼呢？他開始幹什麼呢？挖運河，挖運河，像什麼講一講？開始挖運河，6條，現在正在挖的是6條運河，大概6月份第1條運河要通，平陸運河要通。要連到那個，其實中國很多王朝的連到廣西，中國很多王朝的衰敗都是從挖運河開始的，隋朝就是這樣子。他想挖6條，我不知道會怎麼樣。當然，簡單說就是現在投資也拉不太動了。當然，現在投資說哦，我投資晶片，我投資什麼？大家回頭去看一看，中國大陸去年倒掉這半導體的商家有多少家，對吧？好，這是第2個。第3呢是消費。大家在想說，就中國官方自己也這樣想啊，我用消費來拉動，結果以舊換新也沒拉動，然後這個刺激消費也沒起來。中國大陸現在的消費為什麼起不來呢？因為現在看起來經濟實在很不保險，然後中產階級的這些資產呢，大部分壓在房子上面，房子現在腰斬或再腰斬，那我現在賠了。我不但賠錢，我還要去付房貸。我現在付不動了，我另外借貸款去付房貸，這個是什麼日子？你能想象？不能想象。我們去借貸款去付房貸嗎？而且更可怕的是，你還不能不還。是你不還的話，你的社會信用會變沒有錯，判死刑。对。那你什麼都不能做了。所以你什麼都不能做，你連公交車什麼可能都上不去。對，而且小孩子不能上好學校，你小孩不能上學，所有這事情也就牽法動於眾學生。所以在這情況下，你覺得它經濟有多大的機會？所以我在勸台灣的朋友們，你仔細研究一下大陸的經濟。好，這是經濟這一塊。當經濟出問題的時候，下面跟着來的一定是社會動盪，一定是社會動盪。所以官民衝突啦，然後這些上訪了什麼的，一定是紛至沓來，犯罪率一定增加，然後再來我們看見就是報復社會。所以這些事情呢，這我們幾年來一直這樣講，我們真的不希望說講到最壞的情況，但現在的確是一步步發生。那麼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今天或者說習近平今天願意對川普服軟，因為我必須救經濟。對，現在救經濟看來就只能靠美國，因為我從美國賺錢最多，美國是最大的市場，然後美國如果卡我這卡我那，我活不下去。剛剛不是講了嗎？我卡美國稀土，美國會難過幾年。但美國卡我了，我明天可能就倒下來了。沒有，所以我現在必須讓步。這是你剛問的，其實我覺得最核心原因就在這裡。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那所以他現在，你剛剛講是因為內部經濟的問題，所以美國現在已經感覺到說他跟跟美國的一個差距。所以他現在已經開始進行了一個戰略收縮，甚至有人說，他現在可能必須要回到了這個所謂鄧小平的那個所謂的韜光養晦的那樣的一個戰略收縮的狀況嘛？
我不太同意哦呀，因為這個雙方實力差距固然是一個根本的，然後在這個很基礎的地方呢，大家都趕不上，但對中共來說呢，你要知道中共相信辯證法的，什麼叫辯證法呢？就是強者當中呢一定有弱點，弱者當中呢肯定有強項，這點他們很厲害的哦，很厲害的，所以你看美國這麼強，大家說沒有呢，我說不是，在中共看起來還有弱點，但是大家說啊中國這麼弱，我說不是。中共認為他有強項，所以就是王滬寧的美國反對美國，是的，他們是真的玩辯證法或者用辯證法思考呢，真的是比較厲害，對，真的是看見強中弱，弱中強。其實中國以前的陰陽學說也是這樣，對不對？太極學說也是如此。好，那現在回到具體的問題上來，所以他現在看美國固然很強，我要對你讓步。你剛剛說啊，是不是這徹底回到鄧小平？不會的，不會的。因為他認為我現在已經強大到一定程度了，我韜光養晦的日子過去了，那我現在為什麼看起來服軟呢？因為我現在呢暫時過不去，那我服軟服到什麼程度呢？服到11月，為什麼服到11月呢？你要期中選舉，你萬一選得不好的話，他在等，你只要參院或眾院丟掉一個院，你川普的執政就不會這麼順利。對，我熬到那個時候說明就行了。現在幾月？現在5月。11月是還有多久？還有6個月。對，我不用全部等6個月，我等3個月之後到8月我就差不多看出來了。你川普的民調如果在低於36%，對，你可能會選輸，那時候我可以翻臉。所以中國是說翻臉就翻臉，是，這中國是很容易、很能夠隱忍，但是也很會翻臉。對，我們跟中共打交道這麼多年了，我們不知道他會翻臉嗎？會知道。我們不知道他隨時會翻臉嗎？知道啊。今天要跟你說，明天飛機過來了。那我們台灣一些朋友居然就沒看見飛機過來，就看見他對你笑，就看見他跟你講說文化不親人什麼等等，你就相信了。所以我常常說，台灣的藍營朋友們回去讀讀歷史，讀讀國共鬥爭史，你才知道你面對什麼樣的敵人。你這樣講的，我想到一個最有趣的故事，就是重慶會談啊。是重慶會談的時候，毛澤東是一個非常喜歡抽煙的人，因為不講他不能喜歡抽，他是已經有巨大煙癮的人，是，他是煙不離手的。對。可是他在跟蔣介石，他知道蔣介石討厭抽煙，所以他是3天的時間，一根煙都不敢抽。他說對老煙槍对他來講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這件事情他也忍了。可忍完了以後，他馬上又回到延安。回到延安了以後，他其實過了河江河，他講了一句話：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他是非要把蔣介石給抓起來不可，非要滅掉不可。就等於說我要忍的時候，我可以忍到底。但我要狠的時候，我也是狠到底。對，越王勾踐不也這樣嗎？啊，对，越王勾踐也是這樣，連長份的事都能幹。對，所以我常講說，有時候讀這個歷史呢，或讀東周列國志呢，是很有幫助的。所以回到你剛剛講的問題啊，中共現在這種玩法呢，在我看來是一個陰招。就陰招，我先忍下來。陰招你欺門踏戶，我給你欺門踏戶，然後你什麼徵房車什麼都來，我讓你來。對。然後現在簽什麼東西也簽，沒關係。說買大豆我也簽了，說買玉米我也簽了，說買石油我也簽了，什麼我也簽了。那到時候你不一定選得贏了，你選不贏的時候，我再翻臉都來得及了，對不對？所以我說現在玩陰招。那台灣人要看懂，那美國我相信也應該慢慢看懂了啦。好，那另外就是台灣問題。一開始不是講，大家一開始最擔心的就是台灣問題會不會變成他們整個會談上面的一個菜單。可是看這次很微妙的是，其實川普在台灣問題上是一步都沒有讓。即使到了天壇，大家追問川普說：“哎，你要不要談談台灣問題啊？台灣問題要不要什麼改變呢？”川普一個字都沒有講。哎，川普不講話是一個很難的事情，是居然沒講。在他的白宮所有的發言，白宮所有的文告裡面、文件裡面也沒有台灣這個字。也就是說，今天中國並沒有在台灣問題上取得任何的進展，可是他還是讓了。那所以台灣問題現在在中國在處理上，在中美問題上面，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待？到底還要繼續嚇自己嗎？還是說我們有一個清楚的認知台灣自己的角色？我們不是一直在講，我們說是台灣其實有相當的主動權呢，但問題是我們怎麼玩呢？對不對？我覺得一個最大一點就是台灣人第一呢，這麼多年下來呢，慢慢有點就是自我壓抑，我們看不見我們的優點在哪裡，這第一個。第二就是我們太過溫良恭儉讓，這就是我常常
跟學生講的話。那有的時候我到一些政府單位去演講，我看我說哇，你們個個都是慈眉善目的，你們每個人頭上都5個字：溫良恭儉讓。我說我是4個字，叫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叫國家利益。那我們讀國際關係的，那這是第一步了，因為我們曉得說，國家生存在一個叢林般的國際社會當中，弱肉強食，就是這樣子。對，我們當然擔心敵人出賣我們，但是我們也記得朋友出賣過我們，甚至盟友出賣過我們。盟友在什麼時候不會出賣我們呢？當我們的利益跟他平行而且緊靠的時候，就不會出賣我們。所以在這個時候你不用擔心。但如果利益不是那麼緊靠的時候呢，你就要擔心了啊。所以現在就是為什麼我現在說不擔心呢？就是我現在看得清楚，我認為美國也看見了，台灣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什麼叫重中之重呢？你習近平或者說你這次中共方面，你會跟我談台灣問題，我知道你會談。所以你剛剛不是說了嗎？盧比奧在前面，我先打預防針，我先接受採訪，我先講完了，我把紅線畫出來了。中共也畫紅線呢。中共不是那個駐美代表在報紙上發了一篇文章，然後把4條紅線列出來嗎？第1條紅線就是台灣問題。哎呀，美國說你練你的，我練我的嘛。你有紅線，我有紅線。哦，只有你能畫紅線，我不能畫紅線，我也能畫紅線呢。所以我們看懂這情勢之後呢，我一直講說，第一，不用自己嚇自己；第二呢，不用被中共的洗腦給騙到了。台灣很多朋友就是或者想不清楚，或者太過擔心。應該這樣說，關切是應該的，擔心大概沒有必要。好，那現在回到這個核心問題來。你剛剛講到盧比奧在專訪的時候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對，台灣這個問題，我們簡單說，他們會講他們的話，那我們會講我們的話。那現在那雙方都講了話了，那台灣問題怎麼走？看誰拳頭大胳膊粗嘛。不好意思，這是國際關係最基本的東西。你如果中共拳頭大胳膊粗，那我美國沒辦法。但今天我美國拳頭大胳膊粗，我也知道你也知道，那就行了。所以咱們就照這個玩。所以我才說台灣情勢要變，那非常困難，非常非常困難。我不是說這是熱點嗎？熱點就是這是熱點。A 國從右邊進來操控熱點 ，B 國從左邊進來操控熱點，雙方這邊纏鬥，最後結果什麼？誰也不讓。我不讓，結果是怎麼樣呢？這個國家這個熱點中間空前難受，但空前安全。因為兩邊都不放手，所以反而安全。但難受就是大家。一看中共一來演習了，一開飛機過來了，這個什麼這個戰備這個警巡了，然後發飛彈，我們就很難受，這就是難受，但絕對不危險。我再說一次，難受而不危險，難受而安全，這就是核心的重點。所以我再說一次哈，美國跟台灣因為台灣的高階晶片形成了戰略同盟，美國是不能放手的。我們說白了就是，川普若真的想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話，他必須依賴台灣，唯有緊緊抓住台灣，他才有可能再次偉大。他只要放手台灣，他就不但不會再次偉大，他會立刻衰敗。當然，他們這裡講了美國衰敗論，這個說美國已經開始。川普說：“我同意美國衰敗。”拜登時候搞的，對，這個時候摔下拜登，其實不是太好。但他意思就是說，哎，我回來了，我比拜登厲害，我現在讓美國不衰敗了，而且我當着面告訴你，我美國沒有衰敗，在我之下復興了，這話真是厲害。不過，苗老師，其實為什麼台灣人會非常擔心？就是你知道，每次出賣台灣最嚴重的，可能都是一開始對台灣最好的，比如說像尼克森，是，包括像雷根也是。巴基斯坦告報你們就是等於說我今天賣武器的這個軍售的部分，所以大家都會覺得。中國在台灣議題上面，它是步步緊逼，而且它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伺機而動，它有機會就吃你一口，然後呢開始就把你鞏固，然後就一直往前推。台灣很擔心說美國就會這樣子步步後退，步步後退的狀況下會真的影響到台灣的權益。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擔心說川普會說你不支持台獨、反對台獨，甚至你不要軍購。可是您剛剛講的是說台灣現在非無下阿蒙，以前我的利益跟你美國是沒有綁在一起的，我以前是你。等於說是非常邊緣的一個國家。現在我給你核心利益的時候，對美國來講，台灣其實是底線。如果台灣變成了美國的底線之後，
你中國再怎麼叫囂，針對台灣問題，你只是口號。美國不妥協就是不妥協。你中國現在這次，我覺得川習會就很清楚，是你怎麼叫，你怎麼吵，你怎麼放話，我絕不讓步，绝不讓，而且沒有任何意義。對，那個我們講回說那2次為什麼會說出賣台灣啊？尼克森那時候出賣台灣很簡單，因為第一他退出越戰，他離開越戰，因為這個民窮財盡。對。第二就是呢，他跟蘇聯之間這個核武器的競爭呢，他受不了了。所以在內外交迫情況下呢，他必須要稍微抽身出來。抽身出來的辦法就是他認為，第一呢，我跟中共談一談，然後你幫我施加壓力，我光榮從越南出來，然後呢，我再跟你拉近關係，讓你幫我去擋蘇聯。聯中制俄。對，聯中制俄這個當然這個詞我可以將來再詳細談嘛。我對這詞是有點意見的。我沒關係，我們這樣再說。總而言之，好，我聯中制俄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就你剛剛所說的，在這個情況下，台灣跟美國利益呢不是完全綁在一起，因為美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對蘇聯。而且你說他那時候出賣台灣，應該這樣說，也沒有完全出賣。第一呢，他保留了這個邦交；第二，保留了這個中美之間那個戰略同盟，這個都沒有放掉。第三就是大家沒有太注意，他在簽完上海公報之後，他跟季辛吉立刻在上海開個記者會，然後有記者問他說：“那這個對台灣什麼呢？”他們立刻講說：“我們在這邊做這件事情，不影響到我們跟任何盟友的任何關係。我們不會出賣盟友。”他沒有直接回答，但明白告訴你，我不出賣台灣。他在上海開記者會講的話，那最後出賣台灣的是卡特，是卡特啊，而不是尼克森。所以後來有人去問基辛格說：“哎，那個卡特跟中共建交了，你有什麼看法？”基辛格說：“要建交，我7年前就可以建交了。”也就是他算過，至少那個時候，這個基辛格是頭腦清楚的。這是第一個案例。第二案例說雷根出賣台灣，簽了817公報，對，簽了817公報。那個時候呢，第一呢，這個也是跟蘇聯競爭太激烈，蘇聯的戰略姿態呢比較高，那雷根沒有辦法。第二點就是呢，雷根底下這些團隊不夠強，鄧小平的團隊比較厲害，他們不斷放話說，你如果不做讓步的話，我可能倒回蘇聯那邊去。就雷根團隊呢，這個中招了。所以這次人家問我，我就講，我說除非川普團隊非常笨，否則不會做這讓步。那目前為止看來是這樣子。好，那我們再往下講，就是美國的戰略呢，其實你剛剛已經提到了，他去年發布的那個國安戰略，對，2025國家，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這個第一島鏈非常重要，我要打造一支軍隊，保證第一島鏈呢不會爆發戰爭。第一島鏈爆發戰爭，什麼樣對美國最危險？台灣嘛。所以說了半天就是南海可以爆發戰爭，日本可以爆發戰爭，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爆發戰爭。如何讓它不爆發戰爭呢？嚇阻戰爭之爆發嘛。也就是我維持足夠的軍力，我保證呢你不敢來動，我嚇阻戰爭爆發。這話我已經講了幾年了，那現在大家已經聽得都已經爛熟了。那美國這次這樣講了，更有趣是，中共現在呢有一篇文章，在官方的這個媒體上就明白講，然後美國現在就是要嚇阻戰爭，他自己都這樣講，那比方說他也看懂了嘛。那問題就是你敢不敢動？對，你真的你覺得說你有能力這冒天下之大不韙然後來動台灣嗎？大概不會。所以美國安全戰略也這樣說了，然後盧比歐這次這樣講了，那台灣朋友們如果再看不懂的話，我真不曉得怎麼辦。而且這次有趣是，我覺得川習會只是一個最後的結果。您之前特別提到說，你要去觀察，不是只能看川習會，你要看到委內瑞拉，看伊朗。其實我覺得川習會最後就是一個結果，讓習近平接受中美差距的結果。因為我要透過委內瑞拉，我要透過伊朗的戰爭，我要讓你知道我們實力的差距，這才是真正產生威嚇。而這個威嚇產生效果出來之後，讓你知道我們兩個的差距之後，我才用我大量的大國像凱撒來臨之這種狀況，然後就進到了中國，讓中國才感覺到，他感覺上就開始進行了退縮。那進行退縮了以後，你就感覺到他對台灣問題上，在這次我覺得他就沒有太過堅持了。他當然一開頭也講一下呀，他不能不講啊。對，因為不講的話，大家說，你不講台灣問題，所以他必須要講。然後講的話也比較重，
那大家說啊，你看他講話比較重，我說你不用擔心，這是外交辭令，他必須講這麼重，因為他曉得這個事情恐怕談不成。但如果我不講重，講的跟過去一樣的話，那沒有什麼意思。對，所以講重了一點點啊，什麼重中之重啊，要處理好啊，要慎之又慎啊，不然怎麼？美國剛跟你們來個已讀不回，一句話都沒有，我就不講嘛。所以你剛剛講的很好啊，他在天壇的時候被記者問，他居然可以忍住不講話。對，你要川普不講話真的很難，你要川普講話很容易啊，對不對？你問他幾個不相關事情，他都跟你講。對，先問一個非常相關問題，他不講，那這個才有趣啊。那重點才在這裡嘛。所以他就等於說，在這個上面，我等於說我對川普等於說底線已經很清楚了。你再怎麼吵，再怎麼鬧，我完全不這樣子。可是另外一個大家也擔心說，現在川普這個東西，他會把一種爭霸變成一種交易，而這個交易的等於說這次川普擺明了我就去做買賣。那對川普來講，他這個交易的藝術裡面，把大國的遊戲從過去的權力爭霸變成什麼事情都可以交易，而這個交易的時候，會不會出現一些缺口？這個缺口會對台灣不利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呢，我想先繞回去談另外一件事情。我剛剛沒有講透啊，再講下去是，川普到底有什麼籌碼的問題？因為大家現在看見就是哦，他現在封鎖了伊朗這個荷姆茲海峽啦，什麼等等。還有一點哈，以前這種訪問呢，川普一定帶太太去，他這沒有帶太太去。哦。你想想看，沒有帶太太。這是一個觀察啊，這是個觀察。是，因為帶了太太去之後呢，你就有夫人外交，氣氛會比較緩和。對，我不要緩和氣氛，我就是不要緩和氣氛，所以我不帶太太去。那既然這都是學問，連梅蘭妮亞都不出來了，那彭麗媛就不好出來。對吧？這第一個。第二，他帶了一個原來不該去的人去了，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對不對？過去是沒有帶過這個國防部長，他們有過2+2會談，對，但是美國總統沒有這樣帶國防部長去的，是，這次把戰爭部長帶去了，對，然後你注意看呢，那不是有一排握手照片嗎？對，有2個人是拉着臉握手的，赫格塞斯是其中一個，赫格塞斯其中一個，對，那個你剛剛講盧比奧當然是有點俏皮了，對，但是另外一個人也是板着臉的，那個是國安副顧問吧？哦，他的川普的國安的副助理。對，國安副主任年紀比較輕，板着臉。哦，難怪我就看到赫格塞斯站得很挺。對，他站得很挺，脖子都打直了，而且完全面無表情。面無表情。哦，对，所以這是有意義的，計算過的。哦，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啊，我們叫什麼呢？我們叫靜默外交。你大家看看那照片就知道，你看，黑着臉的這個，好，那這個有點笑容，剛剛那是沒有笑容的。對，對吧？哦，就他現在跟赫格塞斯握手，對，你看赫格塞斯完全沒有表情，那人的嘴是抿着的，對，抿着這樣子的，哦，你看，哦，你說這，他從頭到尾抿着嘴，對，他在貝森特的旁邊，那這個是抿着嘴的，這個笑的，對吧？對，因為大家都看黃仁勳去了，只看到黃仁勳，但你要看，只看到伊隆馬斯克，對，你要看看這些人的表情呢，就比較清楚。這個我們叫什麼？在外交上我們叫靜默外交。所謂靜默外交，就是我不明說，我做一些動作，說一些話，或弄一些什麼東西，我發訊息，我看你看不看得懂，然後對方就要想辦法解讀，解讀完之後就要回應。所以你剛剛講到，這個那個都是這樣，包括去天壇吶，然後有記者問呢，我怎麼回答，我回不回答，這都是靜默外交的一部分。那這個呢，你說不帶夫人，然後帶赫格塞斯也是靜默外交，我就發訊息。我就是不要軟的，我就要硬的。对，我把一大堆這個全美國最值錢的30個人都帶來了，我就要做交易。對，你交不交易？你交不交易？我把戰爭部長帶來了，你交不交易？你聽不聽？對，這東西當然不好看不好聽，但是我把籌碼攤出來，對，我攤在桌上，看你自己怎麼辦。所以川普的籌碼除了這些東西之外，第一關稅戰。現在當然我們知道，就是關稅雙方有點調整，對，在延後了，然後延後18個月啦，或什麼什麼等等，這第一個。第二就是我有科技封鎖，我禁賣晶片，然後我現在說我要開晶片，我開一部分，然後開一段時間，然後每個你3家公司，然後都有上限，然後呢，這從哪裡賣出去，我都知道。還有什麼呢？台灣做的晶片可以賣到大陸去，但先繞到美國來。然後呢，美國在這邊對大陸打完稅之後呢，再進大陸去。所以你說他卡得不緊嗎？
他抓的不準嗎？很準，這第二個。第三呢，我美國 AI 科技是領先的，你有你的 AI 科技，但我現在還是領先的，所以這點呢是我的籌碼。那咱們在這個問題啊，所以 AI 這個問題啊，我們再看看過2天有沒有新的新聞出來，說不定他們在 AI 上會達成某種協議，我們還不知道會談得怎麼樣，但它一定是一個話題。是，然後當然 AI 到最後具體就是牽涉到晶片的問題，也牽涉到我們台積電的問題了，和跟上下游問題。再來就是川普的籌碼不是講了嗎？巴拿馬運河的2個港口我拿下來了。你在那鬧李嘉誠什麼等等的，什麼告長和什麼，那沒關係了，反正我抓到手上了。那然後我抓了馬杜羅，我更有趣就是那個誰啊，盧比歐穿了那個內身運動服，然後拍了張照片，這也是靜默外交。不是，我覺得最好笑的是，別人就跟盧比歐說，你幹嘛穿那個衣服？他說不，他學我的，他 copy 我的，因為我比他先更早知道。啊，對，這個我倒沒注意到。他講的很好笑，很好笑。那另外就是，我跟以色列現在正在打伊朗，我隨時可能會再打。我現在雖然停了，但隨時可能再打。所以這都是籌碼。還有什麼呢？軍售台灣也是我籌碼呀，對不對？那也就是說，我抓了這麼多籌碼在手上，那我現在跟你談的事兒，那你談不談？好，那現在回到你剛剛的問題，說交易清單的問題。台灣對美國來說從來不在交易清單上面，中共大概也知道了，但是我不能不表態，所以我必須說一番話。所以就是這是我一直在講的嘛，就是剛剛講說雙方都要打台灣牌，那問題是誰的籌碼多一點，誰在台灣牌上面呢能夠有更多的主動權。那當然台灣很多人覺得很難受了啊，我們要當主動，我們不能當人家牌，不能當棋子。你可以有志氣，這沒有關係，但你得看懂局勢，看懂局勢之後，你才曉得說我站在什麼位置上，我能做多少，我能玩多少。那你如果沒有這種籌碼的話，你也不能玩。現在台灣有沒有價值？有價值。台灣沒有那麼高的價值，你能成為美國手上一張牌嗎？當然不可能，對不對？台灣有戰略位置，台灣是民主同盟，台灣是晶片同盟，台灣的這個經貿利益這麼大。那你覺得說台灣能不能成牌？台灣當然成牌，所以台灣成牌的時候，台灣自己要知道，我自己雖然是牌，我自己怎麼玩？我不是被動的玩牌，我要主動玩牌。那麼現在雙方都打台灣牌，美國比中共強，所以美國打台灣牌的時候，就比中國打台灣牌呢，它的空間要大很多。中共怎麼打台灣牌呢？我開飛機嚇你啊，對，然後開船嚇你啊。沒說包圍你一下，然後罰你的白帶魚啊，罰你菠蘿啊，罰你什麼，罰你這個，罰你等等。那人家說美國會什麼等等，我說不會的，因為對美國來說，台灣太重要，重要到就是不能拿來當作平衡兩國關係的籌碼。所以美國不會放手。那我覺得更重要一點就是台灣自己要看懂，我在這個棋局當中我怎麼玩。最簡單的答案就是學以色列，學以色列。現在大家不是都說嘛？你看，川普上當了，川普被納坦雅胡騙了，跑去打伊朗。台灣有沒有本事騙到美國一起去對付中共？這不是台灣應該想的事兒嗎？可這會不會付出代價太大？這不是國民黨應該想的事兒嗎？老蔣總統當年就這樣玩的呀。是，是不是這樣？好，我們講個比較抽象理論問題，在國際政上面，我們常常看到一個大國跟一個小國同盟。大國跟小國同盟的時候，小國擔心什麼？被賣掉。被賣掉。大國擔心什麼？被小國拖他下水。所以現在美國跟台灣因為晶片關係形成了戰略同盟。台灣要擔心美國出賣它，但我們剛剛已經論證了很久，不太可能出賣。美國現在擔心什麼？被拖下水。被拖到了台灣海峽。對，就是海峽戰爭。所以台灣要幹什麼？拖下水。台灣要把美國拖下水，就這麼簡單。就這麼簡單。可是那不就玩一種這個所謂的危險的不是打仗啊，不用打仗啊，我們可以和平演變呢。對，我們可以對大陸打心戰呢。這不是我們過去多年做的事情嗎？對不對？你覺得大陸老百姓喜歡暴政嗎？還是喜歡台灣的生活？你覺得大陸這高官是喜歡那種生活，還是喜歡台灣的生活？對，我親自碰到大陸高官，他跟我講。
他說你們應該把台灣打造成中國的瑞士。我禮拜一到禮拜五呢在北京打拼，禮拜五坐最晚一班飛機呢飛到台灣，我好好過一個週末。然後禮拜一或禮拜天的晚上，我再帶着這個完全這個新鮮的心情跟身體回到北京去打拼。打拼5天，我再來台灣，精彩極了，對不對？我碰過很多大陸高官，碰過幾位大陸高官，具體跟我講說，台灣制度比較好。趙紫陽到後來這個關禁閉，然後被軟禁10幾年之後想通了，台灣制度比較好。美國制度比較好，他講得很清楚，如果美國統治世界的話，這世界會變得比較好。這是當過中共總書記的人，他最後他的反省。那這個話也值得我們深思，也值得我們自勉，對不對？好，麥老師，我最後一個就是，當呂比有講到說，台灣現在最只能靠你內部的去搞這個所謂公投，然後你之前很多在台灣的內部的人講說，你現在就川普會出賣我們，會這個所謂的反台獨，或者是去這個不軍售，看起來都沒有。現在既然已經這個結果，對他們會有壓制效果嗎？還是說他們還會繼續這樣惡搞？然後這個東西會在台灣產生一種壓制的能力嗎？或作用？我們如果回到中共的策略來說的話，你覺得中共現在對台灣還有什麼其他招數？沒有，我覺得有趣就在，對不对？我覺得有趣就在於說，當你發現中國跟美國的實力差距、軍事差距，所有的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你就發現這裡面就跑出來了，這些聲音就跑出來了，因為這些東西突然被刻意的安排，被放大。因為其實我一直在相信，中國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中国是全世界最现實主義者。是。他一開始，比如說在2000年的時候，他透過2個飛彈，沒有想航母來了。所以航母來了以後，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就用 A2AD， 我想辦法去對付你的航母。他本來以為說我可以對付你的航母的時候，我就開始對你台灣囂張了，我開始要對你武力犯台了。可是沒有想到，我現在透過了其他的戰爭，透過伊朗戰爭這種，我會展現說我可以反 A2AD， 我可以反制你中國。你中國這些飛彈對我來講已經不造威脅，我就開始又縮了。他開始又縮回去了，縮回去了以後，他開始又在台灣內部找所謂的矛盾，開始在分化，開始在做。我就覺得這個讓作為一個台灣人是一個非常不能忍受的事情。是，所以我才一天到晚上節目去呼籲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再說一次哈，各位手機上看到說什麼中國好棒棒，什麼北京好厲害，美國很糟糕，然後日本很糟糕什麼等等，你都不要相信他，因為這都是騙你的。你真的把我們剛剛的話詳細這個看一遍，把我們今天節目好好看一看，多看看寶傑的節目，我相信你會得到比較正確結論，你也不會犯糊塗。我前2天走到街上，被一個路人攔下來，他說啊，明老師啊，您明老師啊，我說是，多指教。他這樣子，這個聽了你的節目之後呢，都對我很多啟發，那糾正我很多想法，我說很好，傳給朋友看，傳給朋友看，越多朋友了解我們真正知道的正確資訊的話呢，對台灣越有保障。我再說一次哈，下架台獨呢，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但在台灣呢是民主政治，下不下無所謂了。你如果可以下架台獨的話，也可以下架統一綱領了，對不對？所以在台灣來說，統獨可以用民主方法解決。真正解決台灣問題啊，下架共產主義，這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之道。好，我們明老師在我們節目不斷地強調說，你一定要了解國際現實，你要了解國際的實力，特別你要了解中美之間的互動，中美之間的一個消長。從這一次你可以看出來說，中美的消長非常清楚了。你也發現說，台灣的利益跟美國的利益真的已經完全綁在一起了，而且透過2025的國家安全戰略裡面，美國已經把台灣變成它的核心利益這部分。就現在還有人講以美論，還有很多人講說我台灣不要軍備。現在從盧比歐的講話裡面非常清楚，就是中國就希望你這樣子。他要從你內部開始瓦解，他希望瓦解你的心防，希望你不要打仗，希望你害怕，因為你害怕，你主動投靠過去，他完全的等於說不費一兵一卒把這個所謂的台灣拿下來，這是習近平唯一的一條路，可是那不是台灣的路。非常謝謝明老師，謝謝各位觀眾。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施娜77，你說謝謝我們的製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製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
現在對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ED Jacky。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那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希望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你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當然我們在在兩岸國際之間，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個報道，甚至就是一個 Helen Pan。然後呢，你說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的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